在调集大军增援巴赫穆特的同时，乌军同样在扎波罗热集结了数万兵力。难道乌克兰的反攻行动已经开始了？据说乌军已经在扎波罗热发动了试探性反攻，空军还出动了米格29战斗机，携带 JDAM 卫星制导炸弹开路，主要打击俄军在扎波罗热构筑的堡垒。而这一点也得到了俄罗斯所属扎波罗热行政机构总委员会成员的证实。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装备类型与俄乌前线局势息息相关。俄军利用火炮疯狂打击乌军阵地的时候，美国送过去了 M777 榴弹炮；为了能精准打击俄军大后方，美国送过去了海马斯火箭炮。而现在，乌克兰虽然拥有大批西方武器，但面对俄军体系化的装备优势，乌军很难在扎波罗热打开突破口，因为俄罗斯已经在俄战区构筑了坚固堡垒。根据美国卫星发出的图片显示，俄军在扎波罗热出动了挖沟机，挖掘反坦克壕和战壕，构筑俄版马奇诺防线。乌军想要反攻，首先就需要一款可以摧毁俄军攻势的武器。这时候，美国送来了 JDAM 制导炸弹。JDAM 炸弹重约910公斤，打击精度5米内，具备较强的干扰能力。在1万米高空投掷的时候 ，JDAM 的射程可以达到74公里，这个距离足以保证乌军战机在安全距离内完成打击任务。说不定美国援助 F-16的时候也会参考这个条件。当乌军需要空中打击力量的时候，或许就是美国援助 F-16的时候了。根据俄军情报，乌军近期又向扎波罗热前线部署了5000名乌军，这些乌军刚从英国、德国和波兰等国培训完毕。目前乌军总兵力达到5万人左右，而且仍在不断增加中。但从眼下的局势来看，乌军在扎波罗热的试探性反攻，主要目的可能并不是真的要反攻，而是吸引俄军主力，以此来缓解巴赫穆特的困境。毕竟瓦格纳已经攻占了1多半的城区，并且还在稳定向前推进，这也给乌克兰守军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如果瓦格纳从西北、西南方向完全合同，那乌军就会被完全包围，届时泽连斯基也无能为力。虽说乌军已经派出了4万援军，但并不一定能扭转战局，只能想方设法在扎波罗热发起反攻，牵制俄军主力，从而为巴赫穆特战局带来转机。目前，俄乌双方在巴赫穆特与莱曼方向激战，瓦格纳控制着巴赫穆特的东方干部地区，而乌克兰则控制着西部。贯穿该城的巴赫穆特河就是前线。由于前些天乌军炸毁了关键桥梁，再加上乌军撤离东岸时布设了大量地雷，对岸还有乌军的猛烈炮火，使得瓦格纳难以跨越这道河流。在乌克兰最高统帅部举行的例会上，泽连斯基重申了坚守巴赫穆特的重要性。为此，乌军在巴赫穆特外围索夫亚尔、康斯坦丁诺夫卡集结了约7万大军，准备对巴赫穆特及周边俄军展开大规模反攻。根据瓦格纳老板普利戈金说，根据情报，乌军在巴赫穆特附近展开反攻的可能性为100%。届时，乌军将分为4个部分，南部各一部牵制俄军主力，中间2部突击瓦格纳，力争将战线维持在巴赫穆特附近，以此来阻止瓦格纳的进攻势头。目前，俄军正在将能够调动的精锐部队，包括瓦格纳雇佣兵、剩余的海军陆战队、空降兵和其他部队，通通送到巴赫穆特。虽说扎波罗热只是佯攻，只为了缓解巴赫穆特的危机，但乌克兰也真真切切在准备反攻行动。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乌军正在为2个月内开始的反攻做准备。乌军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做好防守工作，只有限制俄军的推进，才能为乌军发动反攻打下坚实基础。在一次采访中，波多利亚克还提到了2件事，一是重申巴赫穆特的重要性和战略性，声称乌军的固守和增援战略是非常正确的，而另一个就是继续向西方寻求远程导弹和远程火炮的援助。从波多利亚克所说的2件事来看，乌军放出的反攻其实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要守住巴赫穆特，因为这个地区是乌克兰反攻行动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交通便利来看，一旦巴赫穆特失守，俄军就能拥有一个非常坚固的后勤中心。乌克兰可能会因此丧失在顿涅茨克的主动权。
所以泽连斯基才会要求部队坚守巴赫穆特。乌军也想利用巴赫穆特继续消耗俄军的有生力量和武器弹药。此前，乌克兰情报举证表示，俄乌在巴赫穆特的伤亡比例是7:1，也就是说，俄军每阵亡7个士兵才能换掉1个乌军士兵。从侧面证明了乌军在固守巴赫穆特的时候，给俄军造成了空前的阻力。如果双方继续缠斗下去，损失更多的一方肯定会是俄罗斯。更重要的一点是，乌军想要通过固守巴赫穆特来赢得西方国家的支持。如果可以获得远程导弹和火箭炮，将为乌军发动反攻提供重要保障。如果乌军在战场上一败千里，可能也会导致西方国家在援乌方面失去信心，所以乌军才会一直坚守，以此来证明乌军有能力继续获得更多武器支援。根据俄军预测，乌克兰可能会在数日内从赫尔松、扎波罗热发动进攻。目前，俄军已经在接触线上构筑了大量工事，提前做好防御的准备。之前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可能会在3月底或4月初发动全面反攻，但火力军却有不一样的看法，因为这个时间忽略了北约援乌坦克的开进速度，也忽略了乌克兰当地气候和春季翻江化冻，泥泞的地面会让重装备寸步难行。看一下去年3、4月份俄军重装备在乌克兰土地上的窘境，就能明白这一点。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乌克兰还在等待更多北约主战坦克的到来，所以火力军觉得乌军真正的反攻时间可能会在5月份，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乌克兰融冰期就结束了，有利于装甲部队机动和攻击。去年乌军第一次反攻是在8月29日，这时候俄乌冲突已经打了6个月。如果乌克兰在5月份发动第2次反攻的话，距离去年11月俄罗斯重新占据战场主动权也是6个月。乌军再次通过6个月的时间积蓄弹药、训练部队、集结装备，这似乎就是乌克兰的战场节奏。美国提到的反攻线路有2条，第一条是从赫尔松穿越第聂伯河向南推进，进攻克里米亚，但这条线路有点不太现实，因为俄军还在第聂伯河东岸盘踞着，乌军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两栖登陆。第2条进攻路线就是从北部向东推进至俄乌边境，之后再向西南推进，从而切断俄军的陆地走廊。其特点在于，乌军不需要实施两栖登陆，可以横扫卢甘斯克，直插巴赫穆特俄军后背，然后再切断克里米亚大桥。虽然攻击路线比较曲折，但却可以夺回整个卢甘斯克地区、半个顿涅斯克、扎波罗热、整个赫尔松以及克里米亚。而当下的克里米亚半岛，俄乌双方又陷入巷战，很可能就是乌军可能的突破点。目前，乌军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为春季反攻准备了12个新组建旅，新部队的骨干将是在西方国家接受训练的士兵，而其他人员则由乌军现役、预备役以及警察组成。乌军将在12个新旅的基础上组建多个打击群，然后再投入战场。新建部队的装备可以从1月份乌方从北约获得的军员数量中计算出。就主战坦克一项，与英军装备数量几乎相同。乌军新成军的部队也是欧洲除俄军以外最强大的装甲突击力量。在巴赫穆特随时有可能陷入的背景下，乌克兰防长又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弹药援助了。乌克兰需要西方援助100万发炮弹，并且强调这是乌克兰的保底需要。如果相应的弹药不能满足，那么乌克兰就难以抵挡俄军的进攻。只是乌克兰防长这个要求是西方国家能够承诺弹药数量的4倍，这让西方国家非常为难，不是不给，是真的没有了。为了保证乌军在战场上不断弹药，西方国家已经把自家家底完全掏空了。其实关于弹药库耗尽的消息早就传出来了，这并非假消息。为了筹措弹药，西方国家开始从塞尔维亚、巴基斯坦等国家谋取弹药了。在乌军处境极度被动的情况下，俄军明显占据了更多的优势。但在这个时候，俄军遇到大麻烦的消息也传来了。与乌克兰同样的问题，由于一线士兵弹药紧张，已经开始厌战了。报道指出，俄军的弹药消耗量是乌军的3倍以上，在巴赫穆特更是消耗了巨量弹药，所以弹药紧张的问题已经非常如初了。
俄军不少一线士兵都开始厌战了，并且给出了拒绝战斗的威胁。俄军一线士兵很多都是被动员去的，大多数没有经过足够的训练，所以战斗中经验十分欠缺。多支部队的士兵已经开始起义了，拒绝作战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战斗的意义是什么，也不愿为此失去生命。已经有被应召入伍的士兵录制了向普京求救的视频，请求普京帮助他们。目前双方已经进入了拉锯战的垃圾时间，俄罗斯无法取得更大的进展，乌克兰援助不到位，也无法做出有效反攻。战况最激烈的巴赫穆特也是俄军打下一点点，乌军反击回去，来来回回的拉锯对整体战役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唯一的好处是双方都在消耗时间、消耗人员、装备和弹药，彼此榨干对方的后勤补给。瓦格纳无法合围巴赫穆特的乌军，也无法切断补给线，那么只能干耗着做无用功。乌军集结这么多人，并没有选择反击，而是在拖时间消耗。很明显不想瓦格纳前进太多，而是慢慢消耗瓦格纳和俄军的有生力量、装备、弹药，等待时机一到就开始反击。而这个时机就是春季反攻。现在的俄罗斯已经不具备与乌克兰大打一场的实力了，即便动员更多的人，也只是为了进行防守。俄罗斯大势已去，不可能打赢现在的乌克兰，也不可能拿下更多的地方，能够守住现在占领的地盘，对俄罗斯来说就已经是胜利了。而乌克兰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西方援助何时到位，这些装备不到位，乌克兰难以组织有效反攻，也难以从俄罗斯手中夺回被侵占的土地。你们觉得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在什么时候会再次突破底线？西方先进战机与远程导弹什么时候可以援助给乌克兰？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